97项指控全军覆没，5000万英镑天价账单迎面砸来。哈里这趟反英连吃3记闷棍，最致命的一拳从来不是住不进白金汉宫，而是他苦心经营了6年的媒体受害者人设，被伦敦高等法院一纸判决彻底砸穿。先是拿妻儿当筹码索要公费安保，被内政部硬刚驳回，再是反复横跳，做没了白金汉宫的入住邀请。接连的难堪还只是开胃菜，等他落地英国的第2天，法院的终审判决直接给他来了个透心凉。这趟本来想刷存在感、捞好处的反英行程，硬生生变成了他的公开处刑现场。先给大家快速啰完前2场小挫败，把重头戏留给这场足以撼动他商业根基的世纪败诉。安保被拒没什么好说的，老套路了，拿全家安全说事，逼政府给纳税人买单的全天候武装护卫，谈不拢就拿不带孩子回国卖惨。结果内政部根本不吃这套，直接驳回申请，最后只能自己孤零零1个人回英国。住宿被拒更是他自己做的，查尔斯主动递出白金汉宫的入住橄榄枝，给足了父子和解的台阶。他端着架子拿安保当借口，拖着不确认。上午刚正式回绝邀请，晚上反悔又想住，被王室一句后勤筹备来不及体面挡回。偌大的白金汉宫775个房间，愣是没给他留一间。说白了就是王室的耐心早就被他的反复无常耗光了。这2件事顶多算丢面子，真正戳他命脉的是这场打了4年的隐私窃听官司。7月7号，也就是哈里抵达英国的第2天，伦敦高等法院正式宣判，他联合埃尔顿、约翰等7位名人，起诉《每日邮报》母公司非法获取隐私的案件，全部97项指控无一成立，原告全盘败诉。这场官司的阵仗当年闹得有多大？哈里亲自牵头拉了半个娱乐圈的名人站台，指控《每日邮报》长期用非法手段挖他们的隐私，手机、语音、信箱窃听，盗取医疗记录和银行资料，雇佣私家侦探24小时跟踪，甚至偷偷安装监听设备。索赔金额直接开到了5000万英镑，号称要跟英国小报算总账，替所有被媒体骚扰的公众人物伸张正义。很多人不知道，哈里对英国小报的恨意早在20多年前就埋了根。1997年，戴安娜王妃在巴黎隧道遭遇车祸，身后追拍的狗仔队就是直接导火索。那一年哈里才12岁，他一直认定是无孔不入的小报媒体害死了母亲，所以从成年开始，他就把和英国媒体打官司当成了自己的执念。离开王室这6年，他前前后后告了10几家媒体，从太阳报、镜报到每日邮报，几乎把英国主流小报告了个遍，就是想替母亲、替自己和梅根出这口被骚扰的恶气。在这场官司之前，他的媒体诉讼战绩其实不算差。2023年告劲爆集团窃听案，法院认定对方存在非法信息搜集，判哈里获赔14万多英镑。他也成了100多年来第一个亲自出庭作证，还打赢了隐私官司的王室成员。2025年告太阳报母公司新闻集团，最后对方当庭道歉，赔了一笔不菲的和解金，还承认了当年对戴安娜的隐私侵扰。接连的胜利让他信心暴涨，觉得只要自己站出来指控，法院就一定会站在他这边。哈里把这场官司当成了自己的复仇之战，更是他人设加固的关键一战。他推掉了好几个商业活动，花重金请了顶级律师团，连庭审的每一份文书都亲自过问。所有人都看得出来，他根本不是冲着几千万赔偿去的，他要的是法院一纸媒体确实迫害了哈里王子的判决，把自己受害者的身份彻底焊死。结果呢？法官整整436页的判决书，给了他最彻底的否定。核心败诉原因就一句话：没有实锤证据。法官说的直白，哪怕报道内容涉及私人信息，也不能直接推断是非法手段得来的。这些内容完全可能来自公开渠道、身边工作人员或者其他合法线人。怀疑永远代替不了证据，主观亦断定不了罪。更打脸的是，法官直接采信了《每日邮报》40多名记者的证词，评价他们的表述诚实、可信，令人印象深刻。反过来对哈里的证词，法官明确指出他多次偏离事实依据，全靠主观推测撑着，可信度极低。
这场官司之所以输得这么彻底，核心是他的关键证据链直接从内部崩了。他原本最核心的人证是前私家侦探加文布罗斯，对方2021年曾出具书面证词，说自己当年受《星期日邮报》雇佣，靠窃听、骗访等手段搜集哈里的隐私信息。结果真到了庭审现场，这位侦探直接当庭翻供，说之前的陈述全是假的，自己从来没给联合报业集团工作过，连签名都不是本人签的。最核心的人证反水，原告的证据直接塌了一半。更尴尬的是他自己的证词，全程前后矛盾，漏洞百出。他说《每日邮报》2004年通过窃听他的语音信箱，拿到了他去非洲公益旅行的行程，可对方律师当场拿出证据，证明那段时间哈里根本不在英国，手机都没开通漫游，根本不存在被窃听的可能。他指控报社非法获取他的医疗记录，可最后查出来，相关信息是他当时的王室公关团队主动透露给媒体的，为的是配合公益宣传。最出圈的翻车名场面，还是和女记者夏洛特·格里菲斯的对峙。哈里当庭信誓旦旦，说自己和这位《星期日邮报》的专栏记者只见过一次面，知道对方身份后立刻断了联系，私下没有任何往来。结果对方律师直接甩出了一整套当年的脸书私信记录，内容里女方叫他淘气先生，他喊对方甜心，甚至还写过想念我们依偎着看电影的时光，时间跨度长达2年多。白纸黑字的记录摆在面前，哈里当场哑口无言，只能支支吾吾说记不清了。法官最后在判决书里专门提了这件事，明确表示哈里的证词多次偏离事实，可信度远低于报社、40多名记者的联合证言，连自己的私交都敢当庭撒谎，他口中所谓的媒体迫害，自然也就没了说服力。最后，法官连一丝情面都没留，97项指控逐条驳回，一项都没给他胜。按照英国民事诉讼的规矩，败诉方要承担大部分诉讼费用。这场打了4年，光庭审就开了11周的官司，前后总开销早就超过了5000万英镑，算下来哈里至少要承担几百万英镑的诉讼费，甚至有可能上千万。本来就家底吃紧的他，这下直接背上了一笔天价账单。很多人可能不理解，不就是输了一场官司吗？至于上升到根基崩塌，往深了扒你就懂了。这场官司的输赢，直接关系到哈里和梅根离开王室后的整个商业逻辑能不能立住。他们俩从退出王室那天起，所有的流量、所有的合作、所有的变现，根基全是王室受害者这5个人设。奥普拉专访爆种族歧视炸弹，是卖被王室压迫的弱势夫妇人设。网飞6小时纪录片吐槽王室冷暴力、制度压抑，是卖挣脱枷锁的反抗者人设。哈里的备胎自传把全家骂个遍，是卖不被家人善待的委屈小儿子人设。连梅根卖果酱、做播客、接品牌代言，都要绑定对抗王室规训的独立女性标签。说白了，他们的商业模式本质就是贩卖王室隐私，消费受害者身份赚钱，而跟英国媒体的官司就是这个人设的核心支撑。哈里一次次起诉小报，一次次控诉媒体窃听、骚扰、迫害，就是为了告诉所有人，你们看，我说的都是真的，我真的被媒体和王室联手欺负了。只要赢了一场标志性的官司，他的人设就能彻底坐实，以后不管是出书、做节目还是卖产品，溢价都能再翻1倍。可现在官司输得干干净净，法院白纸黑字判定，他指控的媒体非法迫害全都是没有证据的主观推测，等于公开告诉全世界，哈里说了这么多年的媒体迫害，很大概率是他自己脑补出来的，没有实锤能证明。人设一崩，商业基本盘跟着全盘动摇。之前大家愿意为他的纪录片买单，为他的自传掏钱，为梅根的果酱付溢价，多少带着点对落难王子的同情。现在发现所谓的迫害大概率是编的，所谓的惨掺了太多水分，谁还愿意为情绪价值买单？这场败诉对他的打击，远不止几百万英镑的诉讼费那么简单，直接动摇了他和梅根整个商业帝国的根基。先算一笔最直观的账，这场官司前后打了4年，光庭审就开了11周。
双方律师团的费用、证人出庭费、材料鉴定费加起来，总开销超过5000万英镑。按照英国民事诉讼的惯例，败诉方要承担70%左右的费用，算下来，哈里至少要掏3000多万英镑，折合人民币近3个亿。这笔钱对现在的哈里来说，绝对是天价压力。王室评论员早就算过，他和梅根现在的总资产大概2200万美元，其中大部分还套在蒙特西托的豪宅里。当年他们花1465万美元买下这套带16个卧室、游泳池、私人影院的庄园，大部分是贷款，每个月月供就要5到8万美元，每年房产税近30万美元，日常开销更是无底洞。最大的一笔支出是私人安保，每年就要花掉300到410万美元，相当于每天睁眼就没7、8千美元。再加上2个孩子的顶级私立学校学费、10几名工作人员的薪资、私人飞机出行的费用，他们一年至少要进账600万美元才能勉强持平。可现在的收入根本撑不起这份开销。Netflix 的节目被砍， Spotify 的播客合约到期没续约，梅根的 As Ever 生活方式品牌销量惨淡，65万份果酱、花茶库存砸在手里，零期损失就可能超过500万美元。有内部人士爆料，他们现在已经在靠吃戴安娜留下的遗产度日，按照现在的烧钱速度，最多5年就撑不起现在的奢华生活了。这场天价诉讼费砸下来，无异于雪上加霜。梅根那边本来就已经焦头烂额，生活方式品牌 As Ever 上线快1年，主打的果酱、花茶、糖霜、饼干压了65万份库存卖不动，按零售价算2000多万美元的货砸在手里，零期损失就能压垮半个品牌。Netflix 的节目2季播完直接被砍，续约基本没戏。Spotify 的播客合约早就黄了，平台高管暗讽他们拿着高薪不干活，本来还指望着哈里打赢官司，借着胜诉的热度冲一波销量，谈几个新合作，结果官司输了个底朝天，连最后的人设滤镜都碎了。品牌没了王室光环和受害者人设的双重加持，就只剩个普通的网红生活馆，凭什么卖几十美元一瓶的果酱？更耐人寻味的是梅根的态度，官司宣判这么大的事，哈里一个人在英国扛着压力，远在美国的梅根连一句公开支持的话都没说，连个隔空打气的社交动态都没发。平时夫妻俩动不动就牵手秀恩爱，大谈夫妻同心，真到了翻车的关键时刻，连个影子都见不着。也难怪外界一直有传言，他们的感情早就和商业深度绑定，顺风顺水的时候能一起赚钱，真遇到坎了，各自顾各自的体面都来不及。跟哈里亲近的友人也对外透露，败诉之后他的状态特别差，像被抽走了所有力气，陷入了很长时间的沉默，甚至又开始陷入所有人都针对我的偏执里。可这份惨，说到底都是他自己选的。更讽刺的是，官司输了之后，哈里非但没反思自己证据不足，反而跟另一位原告联名发声明，骂判决是明显的粉饰太平，说法官过度相信媒体的话，忽视了他们的证据，字里行间全是不服气，放话要继续上诉。可明眼人都看得出来，上诉翻盘的概率微乎其微。一审已经把所有证据掰碎了摞了11周，97项指控一项都没站住脚。二审光靠喊冤根本没用，反而还要再砸进去一大笔律师费，越陷越深。他似乎还活在自己的王子特权梦里，觉得只要自己一口咬定受了委屈，法院就该偏向他，民众就该同情他。可法律从来认证据不认身份，英国的司法体系更不会因为他是国王的儿子就颠倒黑白。当年他起诉其他小报，有几次拿到了和解赔偿，就觉得自己战无不胜，觉得只要打着隐私被侵犯的旗号，就能无往不利。可他忘了，那些和解大多是报社不想耗时间花钱买清净，不代表他真的占理。真碰到硬骨头刚到底的《每日邮报》，把所有证据摆到台面上，他的指控根本站不住脚。甚至庭审的时候，法官都好几次旁敲侧击劝他撤诉，别浪费司法资源，他偏不听，
非要硬刚到底，最后落了个全输的下场，还要承担对方的全部诉讼费。说白了，他不是为了伸张正义打官司，是为了维持自己的受害者人设打官司。官司本身不重要，赢了之后的人设红利才重要。只可惜，法院不陪他演这场戏。这场败诉带来的连锁反应，远不止赔钱和丢面子这么简单。首先就是他在英国的公信力彻底跌到了谷底，本来民众对他的观感就忽高忽低，这场官司之后，更多人觉得他就是无理取闹，拿着王子身份浪费公共资源，没事找事。民间的口碑也跌到了谷底。YouGov 2026年7月的最新民调显示，英国民众对哈里的正面支持率已经跌到了30%，梅根更是只有20%，仅比深陷丑闻的安德鲁王子高一点。每日快报的读者投票更夸张，97%的受访者觉得他俩应该留在美国，别回英国添乱。这次他回英国参加活动，路边连个接机的粉丝都没有，只有几个记者蹲守，场面冷清的可怜。英国网友直接调侃，他总说自己有生命危险，需要顶级安保，可连围观的人都没有，危险到底在哪？他一直活在自己是顶流名人的错觉里，却没发现自己在英国民众心里早就从受人喜爱的小王子变成了只会抱怨的怨种王子。他回英国参加不可征服运动会的活动，路边连个接机的粉丝都没有，只有几个记者蹲守，场面冷清的可怜。他之前一直说自己关注度高，有生命危险，必须配顶级安保，可现实是，他走在伦敦街头都没几个人围上去，连英国网友都调侃，他真正害怕的不是生命威胁，是没人在乎他的现实。其次，王室对他的态度只会更冷淡。威廉从头到尾没说过一句话，全程沉默，连个模糊的回应都没有。这种无视本身就是最明确的态度。他本来就对哈里失望透顶，备胎里的诋毁至今没翻篇。现在哈里打官司输了，还闹得满城风雨，丢王室的脸，他只会更坚定地跟这个弟弟划清界限。查尔斯那边也不会再像以前一样心软让步，之前总念着父子情分，给他台阶，给他住所，给他留余地，可换来的是一次次反复横跳，一次次把王室架在火上烤。现在哈里连司法公信力都败光了，查尔斯只会更确定精简王室的路线没有错，对不守规矩的成员就不能无底线纵容。查尔斯那边也只是按流程听了法务的汇报，没有任何额外表态，等于默认了法院的判决。说白了，王室现在的态度就是你自己惹的官司，自己承担后果，我们不掺和，也不兜底。连旁支的亲戚只会躲得更远。安妮公主本来就看不惯他的做派，扎拉早就跟他断了联系，以后王室的家庭聚会、公务活动只会越来越没他的位置。他正在一点点把自己跟王室之间仅剩的血脉情分全消耗在一次次的官司和爆料里。受影响的还有他最看重的不可征服运动会，这本来是他军旅生涯留下的最正面的遗产，也是他手里仅存的体面名片。2027年伯明翰站的运动会，本来计划借着他回英国的热度拉赞助，甚至想请查尔斯和威廉出席，抬升赛事规格。结果官司一输，他的公众形象再打折扣，好几家谈得差不多的大品牌直接暂停了合作洽谈。目前官宣的赞助商里，只有德勤、ECHO 等几家老合作方续了约，大多是提供技术支持而非现金赞助。真正的现金赞助额距离目标还差一大截。本来想靠王室铜矿拉赞助的计划泡汤，赛事的招商压力直接翻了倍。有内部人员透露，如果后续赞助跟不上，2027年的赛事规模大概率要缩水。最让人唏嘘的还是阿奇和莉莉贝特两个孩子，本来这次有机会回英国见见爷爷，认认血脉亲人，结果因为成年人的算计和博弈，又一次错过了。他们跟王室的联系本来就淡，这么一次次耗下去，等他们长大，恐怕对自己的血脉家族就只剩新闻里的争吵和骂战了。败诉之后，哈里第一时间联合其他原告发声明，骂判决是彻底的粉饰太平，暗示法官偏袒媒体，放话要继续上诉。可法律界人士普遍不看好，
一审已经把所有证据掰碎了摞了。11周97项指控一项都没站住脚。二审光靠喊冤根本没用，反而还要再花一大笔律师费，越陷越深。他似乎还没明白，法院不是王室，不会因为他是王子就网开一面，公众也不是粉丝，不会永远为他的受害者人设买单。复盘整场败诉，你就会发现，哈里输的从来不是运气，是他从一开始就走偏了的路。他本来手握王炸，戴安娜王妃的小儿子，民众看着长大的开心王子，有父亲疼，有哥哥护，没有继承王位的压力，一辈子安稳体面，轻轻松松就能活成最自在的王室成员。可他偏要选最急功近利的一条路，放着好好的王子不当，非要跑去好莱坞当流量明星，放着真心待他的家人不要，非要把家人的隐私当成赚钱的商品，放着踏踏实实的慈善事业不做，非要靠着卖惨、打官司、爆料维持热度。他总觉得全世界都亏欠他，王室对不起他，媒体迫害他，民众不理解他，却从来没反思过自己这些年到底消耗了多少真心，挥霍了多少信任。温莎家族传承700多年，能站稳脚跟靠的从来不是炒作和算计，是刻在骨子里的规矩和担当。查尔斯守住了国王的底线，威廉扛起了未来的责任，哪怕身处高位，也知道什么是能做，什么线不能碰。而哈里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烂，他以为受害者人设能吃一辈子，以为王子身份能永远当免死金牌，却忘了观众的同情会耗尽，身份的红利会吃完，没有真东西支撑的人设，迟早有崩塌的一天。这场5000万的官司，输掉的不只是钱，是他仅剩的口碑和公信力。如果还认不清现实，继续抱着既要又要的心思不放，以后的路只会越走越窄。你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呢？欢迎评论区留言，别忘记订阅，我们下期再见。